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昨天晚间出现了冲高回落，最终呢收涨于0.03%。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美股走出一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经历了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之后，第二轮行情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那么本轮行情经历了1轮半的周线级别上涨细游过程当中，从来没有经历过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阴线之后，这个位置上可能会出现日线级别调整的过程。因此呢，外围市场美股正在回踩，正在从高位做一个符合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调整过程。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率先调整的是比特币。那比特币呢，在高位46000美金附近，上方是存在阻力位的。那这个阻力位呢，是由21年4月到22年4月长达1年的震荡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个位于44000美金到46000美金的一个筹码密区。那么经历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比特币处在一个高位压力位的过程当中，因此呢，伴随高位阻力做出调整。调整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收敛三角形，4小时级别收敛三角形由一个大开口的收敛三角形假突破之后，向窄开口收敛三角形过渡。虽然我们知道横有多长，纵有多高，但是拉升之后，焦点位构成了一个黑洞。那么这个黑洞呢，就有吸引力的作用，把价格直接从46000美金打到了41000美金附近。但41000美金刚好是箱体的一个下边线，有一定的支撑。同时呢，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200日均线4小时级别的200日均线、169日均线、144日均线构成了一定的支撑。所以呢，在迅速下跌超过10%之后，快速发生了反弹，并且呢稳在了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42500美金的上方。那这样的行情产生了巨大的波动。首先，上涨形成的缺口由空头急速下跌进行回补。那空头形成的缺口呢，在行情当中做了第2轮的反弹回补，然后迅速在今天下午的行情当中快速下跌今天上午9点行情当中快速下跌，然后再度完成回补过程。总而言之呢，在高位会形成反复缠绕回补，对多空2个方向进行双向绞杀，同时形成收敛三角形。那么目前为止，这个收敛三角形在震荡过程当中正在形成。接近焦点的位置，我们知道是变盘的位置，所以呢，这个行情依托于42500美金、144日均线、169均线、200日均线注意看这里是4小时级别的那这里形成了一个支撑线，那支撑线上方呢是压力线。伴随行情的不断缠绕回补形成的这个大开口收敛三角形，在未来可能会向窄开口收敛三角形过渡，最终呢再次回到原有的趋势上来。那什么是原有的趋势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1月份到这个4月份形成了一个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然后6月份开始了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10月份这个悟空阳线在经历了震荡和妖怪 K 线之后复活，然后走出了10月比特币月行情，走出了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合、唐僧阳线。那么目前从40000美金到44000美金这根 K 线这个 K 线呢是在23年12月份产生的 K 线，这根 K 线呢就是一个第3轮周线级别比特币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的一个第3轮的悟空阳线。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大周期上涨的一个预期。所以呢，目前高位快速学习震荡，对多空双向绞杀，正是行情走入压力位之后驱赶大家筹码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上方波动非常异常。但是呢，再往上走，我们是有周线级别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预期的。因此呢，行情在多头趋势当中起码这个是周线级别的多头趋势。但4小时级别震荡相对来说比较激烈。那么我们就在1月3日这天就在前天看到了一个10%的急速下跌，这让很多人爆仓。但是学习之后特别是急跌之后，行情要恢复平静。这个恢复平静的过程将会通过收敛震荡形成各种形态的这个三角形完成。完成之后呢，我们认为目前42500美金，也就是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这个位置
是比特币比较关键的一个支撑位。只要这个支撑位在的话，上方空间还是比较容易打开的。因此呢，在当前行情当中，对于多头仍然是一个大的趋势和大的方向。特别是我们认为24年是一个牛市，目前处在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第3轮次的悟空阳线当中。那么周线级别这个悟空阳线走完之后，上方呢一定会走出8级阳线、杀层阳线。所以呢，在多头行情当中，大家要稳住心态，不要被巨大的波动干扰你筹码和资金的操作。在这样的行情当中，特别要注意仓位和止损。那么目前来看比较热点的币种包括 People。那么 People 我在前天急速这个上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当天的急速涨幅从低点到高点是达到今日的6倍左右，在这个位置上就提示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凌晨发生变盘，6倍涨幅急速拉升过后一定会有大的崩盘。我们看到它的上涨下跌过程非常类似于前面行情当中的腰币。TRB 几乎是异曲同工，但不同的是 TRB 目前已经走得非常弱势。我们看到 TRB 正向日线级别的144日均线附近回落这是一个急速崩盘的过程。但是 People 这个代币目前在日线级别我们看到3根阳线走出来之后，行情比较稳定。同时呢，在更小的一个时间级别4小时级别上，它形成了一个底部的一个支撑线，上边线也走了出来，这样呢，很快将要面临1月6日0点的一个焦点位。我们认为焦点位附近的这个区域是容易发生变盘的，那么它的一个支撑位就要看这个小线级别8节阳线的收盘价这个8节阳线在1月3日21点出现的8节阳线的一个收盘价，这个位置我们看大概是在0.02附近。所以呢，如果能够回踩0.02，是一个没有参与 People 代币上涨过程和回落过程和震荡过程的市场未参与者的一个进场点位。这样的一个区间呢，容易在近焦点附近发生变盘。变盘如果回踩遇到支撑位，容易在焦点之后反弹上来。所以呢 People 将在未来带给我们一定的机会。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日线级别上走出悟空阳线之后，目前 People 正在走的是通过合并 K 线走的是8节阳线，上方呢是有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预期的。大的时间周期日线级别上正处在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过程当中。那么在4小时级别、在小线级别，它处在一个收敛三角形、震荡回补、大幅波动缺口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呢，结构变化会带给我们一定的机会。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最近关注的 RAY 这个 RAY 这个币种。那么它的一个结构，我们看这个 OE 上面的这个图，我们画的比较清楚那在这样的结构当中，我们看到小线级别正在形成这个收敛三角形，虽然一度被插破这个收敛三角形的下边线，但迅速收回，这意味着1.3美金附近是一个支撑位。同时呢，对于 RAY 来说，目前走到了接近焦点，容易发生变盘的这个区域上，注意是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是近焦点附近的这个区域，容易发生变盘的区域上。那么随着行情的变化，我们认为 RAY 在周线级别上已经完成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在唐僧阳线附近开始做调整，符合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规律。在日线级别上和4小时级别上都看到了它的一个震荡调整过程。那么4小时级别144均线、169均线构成了一个可以进场的一个位置。那么未来我们认为 RAY 对于 RAY 这种强势的从底部上来的币种，特别是在熊市过程当中跌幅超过99%的浪子回头币是有机会走出一轮非常强势的行情。同时呢 RAY 也是 SOL 板块当中的一个主力军。那么随着 SOL 的回暖它的一个体系内的板块内的币种也会走出第2轮的周线级别上涨，是一个比较强势的我们会员票。所以呢，大家可以进行关注。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